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妈呀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超级火爆的话题，彩礼。这个话题简直是炸锅了。前几天，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上海姑娘要求男方准备500万彩礼的视频，底下评论区那叫一个翻江倒海啊！有人说理所当然，有人骂贪得无厌，各种观点都有。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我的一位台湾闺蜜看到这条视频后，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她说什么500万彩礼，在台湾几乎没有人会要彩礼耶。这句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于是我赶紧约了几位两岸的朋友好好聊了聊，发现台湾和大陆在婚恋文化上真的是天差地别。今天就让我来给大家扒一扒这背后的文化差异，看看同样是炎黄子孙，为啥在红线牵手这件事上竟有着如此迥异的处理方式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彩礼这个东西。在大陆，尤其是一些传统地区，彩礼简直就是结婚的标配，没有彩礼，婚都结不了，这叫一个硬核。我有个山东老乡小王，上个月刚结婚，他告诉我，光彩礼就花了20万，还得加上3金、新车、首付，算下来小200万没了。我当时就惊了，天哪，这么多钱啊，你咋不去抢银行呢？小王苦笑道，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媳妇是独生女，她爸妈养了20多年的掌上明珠，这点彩礼算少的了，村里有的甚至要到30-40万，不给不行啊，不然亲家都看不起你，婚都结不成。而反观台湾，情况简直大不相同。我的台湾朋友小芳就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彩礼这个概念已经非常淡薄了，大部分家庭根本不会向女婿索要彩礼，最多就是在订婚时，男方会准备一些聘金，金额通常几万到10几万新台币，而且这钱多半是用于举办婚礼的，根本不是给女方家庭的。在台湾，如果女方家庭要求很高的彩礼，反而会被认为很俗气，甚至会被亲朋好友在背后议论说，这家人怎么这么市侩。小芳的这番话真的让我大开眼界，我忍不住问她，那你们结婚父母不得到一点经济上的回报，岂不是很吃亏？小芳笑了，为什么要有经济回报呢？女儿嫁人是为了幸福，又不是在做买卖。如果男方家庭条件真的很好，自然会在平时照顾我们，何必非要在婚礼这一天计较那么多呢？哇塞，这思想差异也太大了吧！同样是中华文化圈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？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专门请教了一位研究两岸文化的专家张教授。张教授告诉我，台湾与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，其实有很深的历史渊源。台湾在日据时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，而日本的婚姻制度更偏向西方。战后，台湾又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，这些西方观念与传统中国文化交融，形成了台湾特有的婚恋文化。另外，台湾经济起步较早，女性经济独立的程度也更高。从上世纪70、80年代开始，台湾女性就大量进入职场，经济自主能力增强，对婚姻中的经济依赖性自然就降低了。听了张教授的分析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台湾女性的经济地位提升得更早，难怪对彩礼这种东西看得更淡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城市化进程也比大陆更早完成。都市文化中，人们更注重个人意愿和情感，对传统礼俗的依赖性降低，这也是台湾彩礼文化淡薄的原因之一。而大陆呢？虽然改革开放后，城市女性的地位也有了极大提升，但广大农村地区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。在很多农村地区，女儿出嫁被视为泼出去的水，彩礼则成了父母养女儿的回报和补偿。这么一对比，我才明白为啥现在大陆的彩礼越要越高了。一方面是传统观念作祟，另一方面则是房价飙升，女方家庭希望通过彩礼来帮助小两口减轻购房压力。但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彩礼上，在整个婚恋过程中，两岸的差异简直处处可见。说到结婚，两岸的流程也是大相径庭。在大陆，尤其是北方地区，结婚流程那叫一个繁琐啊！先是男方提亲，然后谈彩礼，接着是看房，之后订婚、摆酒、选日子，最后才是正式的结婚典礼。每一步都有讲究，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亲家，弄得新人压力山大。我有一个东北的朋友小李，
结婚那天简直像是在打仗，凌晨4点就起床化妆，5点半男方来接亲，然后是闹洞房、敬茶、认亲，一整套流程下来，累得小两口精疲力尽，晚上竟然直接睡死过去了，把洞房都给耽误了，哈哈。我跟他开玩笑说，这婚结的比上班还累。而台湾呢，我的台湾表妹婷婷去年结婚，整个过程简单多了。她跟男友交往3年后决定结婚，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，聊了聊婚礼安排，就算是订婚了。男方象征性的送了一个聘金红包，里面装着12万新台币，这在台湾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这笔钱并不是给女方父母的，而是用来支付婚礼开支的。婷婷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很多年轻人结婚都是自己筹办婚礼，父母只负责出席和随礼，聘金就是男方对婚礼的一份贡献，象征着对婚姻的重视。婚礼当天，婷婷和男友先去拍了婚纱照，然后在酒店举办了一个温馨的仪式，没有繁文缛节，也没有铺张浪费，整个过程轻松愉快，一点也不像大陆传统婚礼那样疲惫。婷婷还告诉我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在台湾，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不摆酒席，而是选择去旅行或者举办一个小型派对，婚礼简单化、个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听完我就震惊了，不摆酒席，那亲戚朋友不得意见大了去了。婷婷笑着说，其实大家都能理解啊，毕竟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何必非要花那么多钱请一大堆不熟的人来热闹呢？真正亲近的朋友会支持你的决定，而不是为了一顿饭计较。天哪，这思想也太前卫了吧！在大陆农村，不摆酒席简直不可想象，那是要被7大姑8大姨戳脊梁骨的大罪啊！两岸在夫妻财产管理上的差异也很大，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婚姻的稳定性。在大陆，尤其是老一辈人，普遍认为夫妻一体，结婚后财产自然是共有的。很多家庭实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，丈夫负责赚钱养家，妻子负责打理家务和抚养孩子。在这种模式下，家庭收入往往由一个人掌握，另一方则处于经济依附的状态。我认识的大部分大陆家庭，要么是丈夫掌管财政大权，要么是妻子管钱，很少有夫妻会严格区分你的钱和我的钱。而在台湾，情况就不太一样了。婷婷的姐姐已经结婚10年了，她告诉我，她和丈夫各自有独立的银行账户，同时还有一个共同账户用于支付房贷、水电费等家庭开支。我们每个月各自往共同账户里存一定比例的工资，剩下的钱完全自由支配，不需要向对方汇报。她解释道，这样既保证了家庭开支有着落，又保留了个人的经济自由，两个人都不会有被控制的感觉。我听了后不禁感叹，这种模式好像西方国家的做法哎。没错，她说，台湾年轻人普遍接受西方教育理念，认为婚姻不应该消灭个体，夫妻双方应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，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女性即使结婚生子，也很少会完全放弃工作。这一点让我深思，或许正是因为台湾女性普遍有经济独立的意识，所以对彩礼这种东西看得也更淡。毕竟，一个能够依靠自己能力生活的女性，何必要靠婚姻来变现呢？说到婚姻，就不得不提婆媳关系这个千古难题。在这方面，两岸也存在很大差异。在大陆，特别是小城市和农村地区，结婚后与公婆同住仍是常见现象。这种3代同堂的模式虽然体现了传统家庭观念，但也常常成为婆媳矛盾的导火索。我朋友小红就因为不堪忍受婆婆的干涉而最终离婚。她结婚后跟公婆住在一起，婆婆事事插手，从做饭口味到带孩子方式，甚至连小红穿什么衣服都要发表意见。小红无法忍受这种窒息式关爱，与丈夫沟通无果后，最终选择了分手。婆婆把儿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，我嫁过去就得完全接受她的一切，这根本不是婚姻，是投降。小红无奈地说，而在台湾，年轻夫妻一般都会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，即使是独生子女，也很少会要求新婚夫妻必须住在一起。台湾社会普遍认为新成立的家庭需要自己的空间，这种观念使得婆媳关系更加健康和谐。婷婷的妈妈告诉我，子女结婚后，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会放手，
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不能一直插手干预。如果真的想帮忙，偶尔去看看孙子，做做饭就好，不要长期住在一起。我好奇地问，那您不担心儿媳妇不孝顺吗？他笑了，孝顺不是靠强迫的，距离产生美，保持适当距离，反而能让关系更融洽。每周见1-2次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比天天见面却充满摩擦要好得多。这种距离产生美的相处模式，确实减少了婆媳冲突的可能。台湾年轻夫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家庭，老人也能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互不干扰，反而能真正做到远亲不如近邻。两岸在育儿观念上的差异也非常明显，这直接影响到婚后的家庭生活。在大陆，很多家庭奉行鸡娃文化，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规划未来，幼儿园要上最好的，培训班要报最全的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孩子必须成功。这种高压力的养育方式给家庭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。我有个同事小陈，儿子才5岁，周末的课表比上班族还满，钢琴、英语、数学、游泳一个都不能少。小陈夫妻俩为了供孩子上各种班，每个月要花掉家庭收入的1/3，简直是省吃俭用供精英。而台湾家庭则更注重孩子的天性和兴趣培养。婷婷的表姐在台北工作，她的教育理念是孩子开心最重要，不必跟风报班。她的女儿今年7岁，平时除了正常上学外，只参加了自己感兴趣的舞蹈班，周末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户外活动和自由玩耍。台湾社会普遍认为童年应该是快乐的，而不是被各种培训班塞满的。表姐解释道，我们更看重孩子的社交能力、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而不仅仅是考试分数。这种育儿观念的差异也反映在两岸年轻人择偶标准上。大陆女性往往更看重男方的经济条件和养家能力，因为他们预见到未来可能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持孩子的教育。而台湾女性则更重视男方的性格、三观是否匹配，以及是否能够成为生活的好伙伴。说到婚姻，就不得不谈到离婚。在这方面，两岸的差异也很大。大陆，尤其是农村地区，对离婚仍然存在一定的社会偏见，宁拆10座庙，不毁一桩婚的观念根深蒂固。很多人即使婚姻不幸福，也会选择将就过，尤其是女性。我老家有个邻居大姐，丈夫常年酗酒打人，但她硬是忍了20多年不离婚，就是因为害怕名声不好，怕村里人说闲话。即使孩子都劝她离婚，她也不愿意，宁可一辈子过得委屈。而在台湾，离婚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选择。如果婚姻不幸福，与其互相折磨，不如体面地说再见。这种观念在台湾年轻人中很普遍。婷婷的一个朋友去年刚离婚，离婚后她立刻重新出发，开了一家小店，生活过得有声有色。周围的朋友不但没有指指点点，反而都来捧场支持她。人生那么长，为什么要把自己绑在一段不幸福的关系里呢？这是她离婚时说的话，听得我心头一震。台湾女性这种敢于为自己做决定的勇气，与她们的经济独立密不可分。正因为她们不依赖婚姻生存，所以才能够在婚姻不幸福时果断离开。而大陆一些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，即使婚姻不幸福，也因为经济上的依赖而难以脱身。作为一名专业红娘，我对两岸的相亲文化可是研究得透透的。在大陆，相亲往往是一场硬指标的比拼，有房有车有存款，年薪100万不多说，这句流行语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尤其是在1线城市，男方必须有房，几乎成了结婚的刚需。我经手的相亲案例中，大陆女孩普遍会明确提出对方的学历、收入、房产等硬性条件，甚至连身高、长相都有严格要求。一位北京女孩曾经直接告诉我，丽姐，条件不符合的就别介绍了，浪费大家时间。而台湾的相亲文化则佛系得多。我在台北的合作机构告诉我，台湾年轻人相亲更注重感觉和三观契合，经济条件反而不是第一位的。当然，基本的经济能力是需要的，但不必非要有车有房，两个人能一起打拼，共同成长才是最重要的。台北一家婚恋机构的负责人这样告诉我。有意思的是，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择偶标准，两岸的跨国婚姻也呈现出有趣的不对称。大陆女孩嫁到台湾的比较多，而台湾女孩嫁到大陆的则相对较少。
台湾男生虽然经济条件可能不如大陆一线城市的精英男，但他们普遍比较尊重女性，家务活也会主动分担，这点很吸引大陆女孩。一位嫁到台湾的大陆姑娘这样告诉我，通过对两岸婚恋文化的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同处于中华文化圈，但由于历史发展轨迹和社会环境的不同，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体系。台湾社会更倾向于西方化的婚恋观，强调个人选择、情感契合和经济独立，而大陆社会，尤其是2、3线城市和农村地区，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婚恋观，重视门当户对、家族利益和社会认可。回到开头提到的500万彩礼事件，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台湾朋友会对此感到震惊了。在他们的观念中，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是感情的结合，而不是家庭之间的经济交易。彩礼作为一种传统习俗，在现代社会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，值得我们深思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传统婚俗就一无是处，传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它维系着家族关系，传承着文化记忆。但在现代社会，我们也应该审视这些传统，保留其精华，去除其糟粕。作为一名婚恋顾问，我希望每一对新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婚恋模式，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婚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、相互理解的基础上，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压力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两岸婚恋文化的差异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系，让我们能够跳出自己的文化圈，以更开阔的视角看待婚姻和爱情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婚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时，我们的婚恋文化也会逐渐从物质导向转向精神导向，从家族利益转向个人幸福。爱情和婚姻归根结底是2个人的事情，无论是500万彩礼还是零彩礼，都不应该成为衡量爱情真伪的标准。真正重要的是2个人能否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，携手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对彩礼文化的看法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